年素月浓，萧瑟沉风，恍若还是缄默片中。静心听花落，无虑不谋，所去处可是我所求。一你去魂流，江山与江山不同，乾坤无念，不肯生动。并肩看苍穹，岁月比岁月浓稠，一眼刻墨江岸空。荒唐人世中，谁是我？子渊，大人，偏远发现可疑的人。是。不好，来不及了，我去拖住他们。郡主给你，快！不，你们走，我来拖住他们，顺便报仇。改日再报，机不可失。郡主不见，裘老贼必定不会罢休。到时候搜查起来，百姓又要遭殃。不如我在这里了结了此事。可是，我也不是为了帮你们，只是王离非死不可。子渊，程若玉，如果有一天，如果真的能有那么一天，你一定要为朝露之变的数千阴魂恢复清誉。陛下，鱼儿不见了。老奴已经问过门禁官了，他下午就出宫了，至今未归。派人去找。是。你要干什么？我是来带你们出去的。出去？你要帮我？为什么？出去你就知道了。跟我走吧。大人，大人，西院也着火了！灭火！这肯定是声东击西之计。大人，火扑灭了，但刺客还没有抓到。接着去抓呀！是。
别进去！可是里面有动静啊！公公在里面时是一向不许人进去的。可里面的人是郡主啊！公公的胆子也太大了。顺着这条路走，你们就可以出去了。你还没有告诉我，你为什么帮我呢？以后你就知道了。这是去哪儿啊？这么晚了，还不回家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是来谢谢你的。我可没什么好谢的。为了取信于裘子良，我只能交出流弥沙。但若交给绛旗营，有裘胭脂在，你是偷不出来的。交给王林就不同了，那位心怀叵测的裘胭脂，没准还能帮你一把。现在，把流弥沙还给我吧。我绝不会把弥沙郡主交给你的。不，你会的，否则你的好陛下就要死了。长旗人，程曦突然出现在王林府后门，我们不敢擅自行动，请长旗人下令。程曦在后门？是的，他协助了程荣瑜。中计了，他故意把流弥沙安置在王林这儿，就是想等人救他时，黄雀在后。那怎么办？我们派去的人可靠吗？可靠。好，命所有人撤。今夜我们没有来过这里，也没有做过任何事。好。是。如果裘子良知道是齐燕派你救走的流弥沙，以他的性格，不会再忍到册封大典。偏偏这个时候，你的好陛下为你受了这么重的伤，随便来个卒子就能杀了他。我来救弥沙郡主，陛下根本不知情。我信，但是裘子良会相信吗？所以把郡主给我，此事就到此为止。王林那边我帮你兜着，郡主我也会好好对待，而你也能陪在你的好陛下身边，赶紧陪他疗好伤，继续对付裘子良，一举三得。王林死了，是，跟弥沙郡主一起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啊，昨晚王大人多喝了几杯，府内走水，他担心郡主有事，然后就去看了看，然后，他就和郡主玩了一玩，没想到玩大了，再次起火，就把两个人给烧死了。本宫千叮咛万嘱咐，让他把流弥沙看好了，可他竟然……怎么好端端的起了2次火呀？啊，第一次是因为府内烧火的厨子不小心，很快就扑灭了。第二次这王大人他喜欢玩蜡油，结果就……你确定死的是王林和流弥沙？啊，守卫看见王大人进去了，当时郡主还好端端的。
卑职今日前来，其实主要是想问问，这王大人死了，由谁来接替他的位置？啊，大人，你看石渊如何？他跟随大人多年，虽然不及王大人有才干，但是他忠心耿耿啊。救石渊吗？啊，是。江定真这么跟裘子良说的？是。大人已经同意，由石渊接替王林的职务。所以，江定是被程曦收买了吗？程曦这一出，真是一箭三雕的好计。王林一死，接替他职位的石渊，只怕也是程曦的人。一箭三雕，我们和程若愚都被他给利用了。陛下，陛下，小鱼儿，小鱼儿回来了。怎么了？长公，镇吴那边的回信到了。太好了，他们答应了我们的条件。接下来，就等下月16的册封大典。可是，13大人那边还是没有同意。13避世太久，人都带傻了，此事由不得他不同意。退一万步说，他要真不同意，那就算了，我自己上。上公你，怎么？难道我就不能当女帝第2吗？上公文才武略，尤胜女帝当年。如是命也，起来吧。臣不甘心，真的不甘心。就只差一点，我就可以把梅沙郡主救出来。可是姑姑，偏偏是姑姑。他既然那么想要这个位置，拿去也无妨。陛下，但是这个位置，他又能守得住多久？谁？是我。是我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时间紧迫，我长话短说。你可愿与我一起对付程曦？我所说的对付，是彻底让他身败名裂，粉身碎骨，再无翻身之地。你能做到吗？如何？他答应了吗？还在犹豫。我就说那条小杂鱼做不到的，毕竟是程曦把他一手养大的。那就另寻他法。我一定要赢程曦，绝不能让他
毁了我的复仇大计。我要你做2件事：第一，从丽蓉口中套出程曦的身份。现在已知，他是骑士的后人，但他父母是谁？他叫什么名字？又是如何隐姓埋名混进宫的？丽蓉作为他的心腹，不可能一无所知。第二，查出后，到裘子良面前揭穿程曦。齐燕和程曦，你只能选一人。你只能选一人。程曦要置齐燕于死地，而你若在裘子良面前揭穿程曦身份，以裘子良的手段，程曦必死无疑。为什么？那个人一定是我呢？只有你说，才有信服力。鱼儿，有些事我查不到，但你可以。你还记得你是如何离开王林府的吗？王林身边那个美人是你的人。鱼儿，现在只有你能救齐燕，救我，救我们所有人，救齐燕，救我，救齐燕，救我，救我，救我们所有人。你们试试，不要过来！是。吵死了！什么人3更半夜？鱼儿，陛下，不要看！你要干什么？鱼儿，陛下，无邪如剑，正恶出现，无剑如心，护国中权。鱼儿，陛下，我一定会救您的，我要救您。鱼儿，我会救您。好，朕等着你救。他头疼的事，你知道吗？陛下，这个事儿，老奴之前知道，但是如此这么厉害，老奴是第一次见。
他是怎么受的伤呢？哥哥，我找到我的侄女了。这就是我的侄女，鱼儿。你在哪儿找到的？家里闹饥荒，哥哥嫂嫂带她出逃，结果路上就被人贩子拐走了，得了重病。人贩子觉得她治不好，就把她给扔了。还好鱼儿命大，被光王殿下所救。我前阵子不是去殿下那儿求药吗？一眼就认出了她。对了，哥哥，能否让她也改姓程？你知道的，我之前有个大仇家，还被逼逃亡，有家也难回。好，姓程好。这孩子也算是福大命大造化大，遇见了你。鱼儿，鱼儿，孩子，孩子。他头受伤了，也不记得以前的事了，还经常做噩梦。光王殿下说，他还要继续调养一段时间。小鱼儿，你放心吧，从此以后，不光有个姑姑照顾你，伯伯也会好好照顾你的。这就是承袭啊，现在应该叫奇袭了。对此说辞，我是深信不疑。这么多年，很少谈及过往种种事情，怕他伤心。今儿想起，确实有很多地方是说不通的。也就是说，从头至尾，只有程曦一个人说鱼儿是他的侄女，对吗？对。去传一下光王书。是。王叔怎么看？程曦那日到我那里，看见了鱼儿，便说是他的侄女。我问他如何肯定，他说除了相貌，身上还有他认得的一个胎记。他怎么知道？现在想来，应该是他事先就看见了，才会这般说。臣不疑有他，便草率的将鱼儿交给了他。陛下恕罪。王叔何出此言？程曦藏身多年，就连朕和怀志都被骗了，更何况是你？鱼儿这病无药可解，也不知道下一次发作会是什么时候。眼下只能让他平心静气，不能再受到任何的外界刺激，否则
陛下，正吴和卢从那边有何动静？正吴那边因为弥沙郡主久久未归，开始有些不耐烦了。卢从那边，张江虽然效仿陈印台奏请节约，但是因为有前车之鉴，尚不敢有什么动作。朕知道了。还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去做。陛下，请讲。你去查一下鱼儿的真实身世，以及王叔和程曦之间这些年的来往。陛下，您真的觉得他？朕不是不相信。如果鱼儿不是程若愚，而是程曦故意推到朕的身边，那这理由绝不简单。朕之前让关王叔带他离开，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受阻。朕从不相信巧合这2个字，这其中必有缘由。是。去吧。你是谁？江大人，喜欢这份礼物吗？我儿，江定的妻子是个母老虎，多年无所出。他在外头有个私生子，一直瞒着家人。我抓了他儿子，他果然就范。程曦许诺他什么？神裁军大将军之位。权势和骨肉，果然还是骨肉更重要。而且我答应他，事成之后，大将军之位还是他的。看紧他，免得他又反悔。放心吧，下一个，是不是就该轮到石渊了？查清他的底细了吗？此人就一个毛病，贪杯。真是一个非常好的毛病。我怎么会在这儿？陛下呢？你为什么还不走？我已经听说了，你根本不是程曦的亲侄女。如今程曦的阴谋已经败露，陛下心慈，不忍杀你。可你怎么还能厚着脸皮留下来呢？我留在这里，只是为了保护陛下。到底是谁在保护谁？且不说你以往给陛下惹了多少麻烦，就这一次，你突然发疯，差一点杀了他。你要是真的想要帮陛下，就应该去找程曦，杀了他，再杀了裘子良，彻底解决陛下的麻烦，而不是在这里打着保护他的名号，拖他的后腿。你是不是想说，你既杀不了裘子良，又对程曦下不了手？废物！够了。陛下，陛下，今后没有朕的允许，不得擅进朕的寝宫。可是他却可以躺在你的龙榻上。他是朕的执剑人，有重病在身。执剑人？陛下何必自欺欺人？
不必理会他的话。我真的差点杀了陛下吗？没有。你呢？看见是朕来了，就立马停手了。所以，你怎么可能伤到朕呢？怎么内疚了？朕真的没事，不是好好的。昨日光王殿下来看你了，说你这病没有别的法子，只能靠静养。婆婆知道你是为你姑姑的事儿难过，我何尝不是呢？日子再难过，不还得过吗？伯伯，我以前也头疼过，但却没有出现过幻觉，而这一次，我看到好多人要杀我。啊？他们个个身穿神裁军军服，凶神恶煞。我是想要反击，所以我……玉儿，光王殿下昨儿也说了，以后啊，只要你不再受什么刺激啊，这事儿啊就不会再发生啊。伯伯，或许我真的应该离开这里了。对于陛下来讲，现在的我是隐患，也是累赘。傻瓜，净说傻话！你离开这儿能去哪儿啊？我派人盯着承熙和丽茹，他们一直待在大人府中，没有外出。如此，只有一种可能，刘弥沙就在裘子良府中。那我再去查探一下。不必。上次他不在那儿，承熙自然放开了让你查。如今，他若真在裘子良府中，他们必定挖好了陷阱，等你跳。那怎么办？那条小杂鱼到了这个地步还在犹豫，真是婆婆妈妈的。此人重情重义，势利也是弊。刘弥沙的事先放一放，袁醒那边怎么样了？我收买了他几个小妾和下属，让他们在他耳边吹风，激发他对石渊的不满。目前已见成效。只是吹风还不够，一定要让他恨不得除之而后快才行。你来了，我要裘府的地图，姑姑的位置，还有你的帮助。裘子良自认武功天下第一，所以府中戒备并不森严。以你的武功，应该可以顺利潜入。但承熙会另外安排死士巡逻，要怎么避开，就要你随机应变了。厉姑姑，鱼儿，你怎么来了？赶紧走！我有话要问您。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的。听着，趁现在还没有人发现，赶紧走。要是被上宫知道了，那可就糟了。走。您告诉我，弥沙在哪？不行，告诉我。鱼儿，我跟上宫10年，不止敬畏，还有感情啊！我是不会背叛他的。哎，你去哪儿？我跟姑姑之间，必须要有一个了断。不是现在。鱼儿，听我说，你姑姑她是有苦衷的，你不帮她就算了，但是绝对不能反过头来对付她，知道吗？那您告诉我，她的苦衷是什么？你这么想知道，为什么不直接来问我？
因为我知道，您不会告诉我。没错，在事成之前，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，免得你坏我大事。就算您不说，我也会继续纠缠，还是会坏您的大事。我警告过你，想要齐燕活命，就给我老实点。就算我老实点，陛下还是会死。那可不一定。也许我会看在他是我同族血脉的份上，留他一口气。那跟死了有什么区别？这就是齐燕的命。鱼儿，还打！姑姑，你我早晚要做一个了结。今天我就是来了结此事的。今天可就没有你的好陛下为你挡箭了。不是你的错。若你只是一个侍女，也不会经历这些，是因为你是真的软肋。你是不是觉得你的武功进步了很多？跟我比，差远了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上宫！鱼儿不懂事，我们好好劝劝她就好了。滚开！鱼儿，你不能这样对待你姑姑，赶紧把剑给放下。李姑姑，你别管，让开！姑姑，你口口声声说要保护我，却不知朕最想保护的人是你。不管你是谁，承熙对你存了怎样的目的，只要离开朕，你就是安全的。程若愚，你醒一醒，朕有话必须立刻马上让你听。13说的没错，你的武学天赋确实在我之上。本以为你长大后习武有成，能够帮助我的，结果……上宫不好了，您的炼丹房着火了！声东击西，你带了同伙？弥沙郡主，就是藏在您的炼丹房中，不是吗？看好他！如你所料，大功告成。送到齐燕那儿才算成，快走。是。好啊，程若愚，我教给你武功，反过头来对付我。早知道当年就该让你一箭穿心的死了。上官息怒，鱼儿她只是……放开我！有。好热闹啊！人送进去了。送进去了，放心吧。大人这会儿已经听到程熙那边的动静，赶过去看了。裘子良想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而程熙又不能说出实情，只能吃下这哑巴亏。可小杂鱼落到大人手中，只怕凶多吉少。所以我们要赶紧，接下来就看齐燕的了。说，是什么事让你们姑侄3更半夜打作一团？告诉本宫，本宫好替你们主持公道。
承熙，你先说。奴刺了陛下一剑，鱼儿就跟我闹，让大人见笑了。哦，是这样的吗？是，没什么大事。可本宫明明听到你要杀他。一时在气头上，奴教之误放，悔恨不已。那就本宫替你好好教教吧，保证还你一个听话、乖巧、明白事理的好侄女。浮生若梦，为还几何？风摇雨落，此心何处停泊？剑起刀割，决斩不断。这一过，看天地之间，皆默默。尘缘萧索，宿命奈何？人生月落，此生依旧难舍。铁马金戈，也踏不碎。这星火已前尘旧梦，任岁月。